乌克兰正不断加大对俄罗斯的空袭力度，甚至还出动了特种部队，对俄罗斯后方的各地的基础设施发动破坏活动，其中就包括边境城市布良斯克、罗斯托夫、北部的摩尔曼斯克地区、中部的车臣，本属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和卢甘斯克，甚至首都莫斯科，都在乌克兰人的袭击范围之内。从乌克兰军方公布的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的特战人员对俄罗斯的变电箱进行破坏和纵火。他们先将一些变电箱浇上燃油，然后将其引燃，导致配电箱起火，彻底损毁。其实这种配电箱分布在城市各地，你是随处可见。它主要用于分配城市电力，控制电缆线路。那小的是普通的配电箱，大一点呢，则是厢式变电站。它们一旦起火将会导致整个街区或者是城市局部停电。那这种特种活动非常难以察觉，有点让人想起敌后特工队。而在11月2日乌克兰无人机连夜袭击了俄罗斯多个能源和基础设施，其中最主要的目标是位于黑海边上的土阿普谢港口，其中一个主要的石油码头泊位遭到袭击。这个土阿普谢港是俄罗斯石油公司一个最重要的深水港码头，在2013年投入使用，年吞吐能力高达700万吨石油，可以停靠长达250名的大型油轮。他们还袭击了港口的中央货运天桥，那天桥是连接码头的储罐和油轮之间的重要通道。当地市民还拍摄到了图阿普谢港内防空火炮对空开火的画面，可以看到天空中划过一串串的弹幕，但我们依然能够听到无人机发动机的声音。最后无人机命中目标并发生巨大的爆炸，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拍摄者掀至一边。乌克兰人的其他目标还包括利佩茨克的一座大型变电站、奥廖尔州的一座发电厂，以及位于卢甘斯克的变电站。从这些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夜空中传来乌克兰无人机的轰鸣声，还能看到远处升起的烟雾和大火。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正是位于卢甘斯克地区一座变电站发生爆炸。可以看到无人机带来的爆炸，火光是红色的，而变电站本身因为电路短路发生白色超强的亮光，这导致在卢甘斯克附近的多座城市电力供应中断。而在视频的后半段，我们可以看到变电站依然在不断燃烧。乌克兰人的目标还包括克里米亚，在当地民众拍摄到的画面中，可以看到远处的一个目标被无人机空袭之后燃起熊熊大火。那正是因为乌克兰人不断的无人机空袭，导致位于黑海边上的索契机场大量航班当天不得不取消。机场正在向过夜的民众分发充气床垫，让大家在机场里睡一觉。而在更早之前的10月31日，乌克兰人的空袭目标选择了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地区。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正是莫斯科地区停电的画面。画面中漆黑的夜空，可以看到远处的城市依然发出了灯光，但近处的多栋居民楼已经完全断掉了电力，陷入一片黑暗之中。而在另外一幅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莫斯科的一个小区，在大规模停电之前，电力系统就出现了故障，电灯不断的在闪烁着。而在另外一段当地市民拍摄到的画面，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莫斯科的停电情况，视频所及之处都是一片黑暗。这是因为当天有数百架无人机从乌克兰起飞，对莫斯科州的能源设施发动袭击，导致莫斯科南部几个郊区以及卢科夫斯基市发生大面积停电。卢科夫斯基距离莫斯科只有25公里，它是莫斯科的一座卫星城。这里呢，也被称之为俄罗斯的航天之城，像俄罗斯顶级的航空科研中心和著名的试飞机场就位于这里。比如说俄罗斯的中央空气流体力学研究院、格洛莫夫飞行研究院，还有茹科夫斯基机场，它有着长约5400米的跑道，可以支持巨型和各种实验机的起降。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公布另外一段视频画面显示乌克兰特种部队深入莫斯科境内，利用无人机以及炸弹对莫斯科境内的一些石油、变电站等目标进行袭击。
这些袭击往往是由1、2人的特战队员实施，非常难以被俄罗斯方面察觉。我们来看一下乌克兰方面当天空袭的地图，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无人机从基辅方向飞出，主要目标就是北部的布良斯克和首都莫斯科地区。在过去1年多的时间，乌克兰成立一支全新的无人机部队，他们的指挥官叫做布罗夫迪。他近日对媒体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这可能导致大范围停电。他将乌克兰的无人机描述为自由的乌克兰之鸟，他们难以预测，不受时间表的约束。他还补充说道，俄罗斯燃料短缺的情况越来越频繁，燃料储备正在迅速消耗。在11月1日，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在声明中表示，他们前一天袭击了莫斯科一座重要的燃油管道，切断了俄罗斯军队一条重要补给路线。这个石油管道长达400公里，用于从梁赞、下诺夫格罗德州和莫斯科地区的炼油厂向前线的俄罗斯武装部队提供石油、柴油和航空燃料。这次行动同时摧毁了俄罗斯东南部地区的其他3条主要石油枢纽管道，这些管道每年可以输送高达300万吨的航空燃油以及数百万吨的柴油和汽油。这些袭击对俄罗斯的后勤军事能力造成沉重打击。而在陆地上，目前俄乌双方争夺的焦点则是在红军村。红军村的形势对乌克兰来说正变得越来越不利。俄罗斯军队从3面包围红军村，并试图进入市区。从地图上来看乌克兰在红军村的处境已经相当危险，北面和南面的口子已经快要合上了，两者间距也就是在10公里左右。这样的话，乌克兰的补给线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乌克兰3军总司令希尔斯基以及安全情报局长布达诺夫近日都不得不赶到前线指挥作战。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视频中，是乌克兰特种部队使用西方国家提供的黑鹰直升机在向前方运送特战部队，试图抵达关键节点，夺回重要的后勤补给路线。可以看到，直升机在平原上降落之后，有10几名陆军走出直升机，之后黑鹰直升机起飞返航。而在另外一段由乌克兰第155机械化步兵旅发布的视频中乌克兰陆军仍然不断使用无人机和远程火炮打击红军村方向的敌人。这些无人机可以轻松发现战场上的俄军士兵，直接撞向俄罗斯人的坦克和装甲车。远程火炮也不断打击向前推进的俄罗斯步兵，或者是前线的俄罗斯据点。可以看到，在前线俄罗斯虽然不断取得推进，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从目前的前线作战形势来看，乌克兰情况并不乐观，俄罗斯陆军3面包围，其中北边的口子越来越小。那这样的场景，我们在过去的3年乌东战场上是频繁看到。俄罗斯发动前行攻势，就是想要逼迫乌克兰从口袋中撤退，不然乌军就会落入完全被分割包围的局面。像之前的利西昌斯克、巴赫穆特和大诺沃西尔卡全是这样的战术。而在后勤补给线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乌克兰从红军村撤退恐怕也只是时间问题。目前的乌克兰陆军没有足够的人力去威胁俄罗斯的侧翼，像2战时期的哈尔科夫会战一样，德国将苏联的侧翼部队反包饺子全部吞下。而在乌克兰现有人力吃紧的情况下，红军村的沦陷恐怕等不了太久了。根据乌克兰当地媒体的报道就在红军村前线，俄罗斯高级军官下令向那些不愿向战场上推进的女兵开枪。采取这一行动的来自俄罗斯的第51集团军。这也可以看到俄罗斯军方高层希望尽早拿下红军村，向普京交差。俄罗斯的这些做法似乎也引起了天怒。在11月1日夜间，俄罗斯中部地区燃起熊熊大火。这场大火最初是在田野中点燃，因为干燥的秋天，大火迅速蔓延，并借着风势向四处扩散。目前已经蔓延到居民区。
从现场画面看到很多俄罗斯当地居民不得不离开自己居住的家园，烟雾充斥着天空。那据悉这场大火的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3000平方米。那今天关于乌克兰地区的战报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各位朋友们点击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